3今天跳过了 V80 版本后，直接更新了 V81 PTC 系统版本，并罕见的第一次发布了 PTC 测试版的更新说明。而这次最大的变化是全新革新的主控式虚拟环境的架构，这意味着如果你升级到了 V81， 那原来旧的所有虚拟主控式环境都会被删除。那这个新的名为 Loft 的虚拟主控室将是一个变化的起点，因为它包含了一些像单独 VR 游戏才会有的一些功能特性，是无法在原来那个旧的小面积的虚拟环境来实现的。虽然还是卡通的动画划分，从录屏里可能感觉不到，但整体细节你自己进去看还是提升了不少的。现在你可以进入一个名为 Immersive Home 的一个应用小程序，对虚拟主控室做一些更改，比如目前4个可选的背景场景分别是地平线中心、午夜、山谷与海洋馆。那变化的时候会有一个紫色的渐变扫过去，然后这些背景场景不是原来那种简单的全景天空河图，而是延伸出去的近处也会有一些模型细节。那光照的效果也会随着背景场景的改变而动态变化。代表性的这个 Loft 就是我们有了一套虚拟的套房，那房子本身呢不会做改变，改变的只是外面的风景。在房间内我们可以摆放系统提供的一些程序摆件，比如之前就有的虚拟形象镜子、Horizon World 的传送门，以及新增的这个 Instagram 小窗。你可以直接在 Instagram 小窗看到社交媒体的更新内容，而且这个小窗的动效做得很优雅舒服。相信未来这些程序摆件会越来越多，然后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放置或者移除哪几个。而且在透视模式下，这些程序摆件也可以通过窗口固定功能放在 MR 环境里，这估计也是未来 Augment 功能卷土重来的一次提前预告。另外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你手柄选中窗口拖曳的时候，现在会出现半影的状态，那避免了以前多窗口会叠在一起看不清选中了哪个的问题。另外窗口可以吸附在虚拟房间的空白墙壁上，并且现在可以像 Pico 那样通过抓住窗口并上下移动摇杆来将窗口移近或者移远。原则上新的这个主控室跟 Horizon World 是一脉相承的，你可以在里面自由的通过摇杆移动和传送，没有距离限制，场景里的地方都能移动，不会限制你的范围，同时你还可以在这里跳跃。这应该也是所有 VR 头显里第一个会在主控室里面添加跳跃的功能。现在设置里面也有一个专门针对系统主控室移动的一些设定，你甚至可以开启常规 VR 游戏都有那个防眩晕黑圈。所以如果你是有下载安装 Horizon World 的话，打开进入 Horizon World 之后，进入空间的背后也会出现一个传送门，显示着连接你的主控室。可见 Meta 仍然没有放弃把主控室和 Horizon World 彻底打通的念头。一段时间他们此前一直追寻的那一套主控室即是社交空间的愿景就会慢慢实现，玩家可以随时邀请朋友来到自己的主控室互动，甚至玩一些迷你小游戏，并且通过传送门你可以去到别人建设的各种 Horizon World 里去。这也可以看出 Meta 并不会盲目去跟风苹果，它自己在虚拟现实这一块该坚持的依然会坚持。有些厂家看到苹果用的都是真实自然风景的环境，然后也就全改成以这种为主，却忘了如果还是用虚拟环境的话，你是可以在上面持续加功能的。而且如果只是为了真实自然风景的这种风格，其实团队去拍一下然后制作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再迟做都来得及，两种风格是并不冲突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因为看见苹果做了什么自己就盲目去做什么，然后抛弃自己原本可以建设的属于自家的一个虚拟社交生态，那么未来你想再去做起来的时候就很难了。那最后就是 V81 还有其他一些新功能更新咱们还没有提到，毕竟并不是所有的功能都会第一时间被推送，那我们还是等到这个月的17、18号的 Connect 大会结束之后，相信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未来新功能。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永远关注最新鲜 VR 游戏和 XR 技术应用动态的 Loading VR 走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